回来，新闻大白话来聚焦一下，昨天这个习近平见了所谓的中国老朋友，讲的是季辛吉啊，100岁的季辛吉还特别因为忧心中美关系去了一趟北京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标题也提到了，习近平会见季辛吉，要探讨这个中美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啊，就是因为现在美国人是不是相处都是这样子翻来覆去、反反复复，已经让中国人必须要教你要跟我做朋友，请你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相处之道哦。那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也特别跟这个季辛吉讲说，我们中国人重情重义，不会忘记老朋友的。来听一下。100岁，100多次到中国来，这2个100啊，合成了你这一次啊，具有特殊意义的访问。中国人呢，不忘老朋友，中美关系永远和基辛格这个名字啊是连在一起的，中国人民啊将永远记住。我对你啊表示高度敬意。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当然习近平非常开心这个季辛吉的来访哦。那美国方面就讲说啊，期待季辛吉能够分享访华经验哦。但是呢，这个美国的官员不能会晤礼尚服哦。这个科比讲说，挺令人遗憾，一个公民可以，但是呢，美国却不行哦。这是我们目前最想解决的问题。不忘记老朋友这样子的一个会见哦。CNN 的解读，他问了一下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立大学副教授啊，他其实也是这个李光耀基金会智库里面的一个教授啊，他有提到说，习近平区别对待来访者是为了向外界发出讯号。那也就是说呢，习近平希望见的，也愿意见的是为大陆发声的亲中人士哦，这是一种分而治之的一个策略。那再来看看现在这个季辛吉访问北京，当然人家讲说他是为了中美军事而去哦。那另外看看这个也有学者解读啊，季辛吉跟李尚福的会面可能不足以改善中美军事关系啊，但他或许也传达了某些讯息哦。因为北京对于解除李尚福的制裁十分的坚定，可是呢，这一位学者周波认为，华府可能不见得会解除制裁哦，但是美国也没有其他方法哦，因此他也不确定现在华府该怎么办或打算怎么做，就变成一个僵局了。那美国众议院呢，也在那边跳脚，就讲说，奇怪了，这个拜登政府怎么接二连三高层接连访中哦？这是不是一个僵尸外交啊？说去了半天之后呢，结果都没有看起来好像有什么样的转圜哦？是不是拜登企图让这些接触政策起死回生，跟北京进行僵尸接触哦，把改善这个中美关系看得比这个北京改变恶意行径还来得重要啊？他甚至还讲说，这个侦察气球你都没有向这个北京方面追究哦，怎么还是我们全球追着大陆的外交官跑，仿佛我们需要道歉，而不是中国大陆？这当然是来自这个可能比较鹰派的一些说法。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现在当然兵凶战危还是持续当中哦，特别是中俄联手的军演已经开幕了，看到了这个海空的这个兵力哦，在日本海这边大秀肌肉哦。那非常多的这些什么驱逐舰啊、齐齐哈尔舰、贵阳舰、飞弹护卫舰、枣庄舰、日照舰啊、综合补给舰、太湖舰呢，组成了西带舰载直升机4架哦。这次演习就是维护海上的战略通道的安全为课题哦，所以围绕着是海空护航，还有威慑驱离哦、锚地防御这些多种科目展开相关的演练。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菲律宾也要求说，在南海这边要清场什么的，他们说宣布要维护南海的主权，对争议的海域进行相关的清场作业哦。另外，我们看看。这个也是算是美国的一个机密报告啊。他说，我发现现在美军最新的统计哦，如果要满足现在拜登政府预设的一些安全战略的所需，现在还差了80艘的舰艇哦，远低于所实际需要的381艘，也就是说现在大概只有300艘左右啊。那其实，在之前哦，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他在这个书中就曾经爆料，他说，其实大陆的海军正在崛起哦，就海军的作战能力而言。
大陆中国大陆是一直在狂奔呐，但我们美国是在慢跑，他们已经有美国华府无法匹敌，这个不愿匹敌也无法匹敌的优势哦。就算我们再有钱，目前也没有足够的造船能力来确实增加我们每年建造的军舰数量，所以在就是这个海上军舰的方面哦，美国是一定会在前头，可能会遇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军力，等于说直接的威胁啊。他就说我们在那边慢慢走，人家早就超车了。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这个艾斯培呢，其实跟季辛吉还有一个关联性，就是川普政府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对五角大厦的人员开始就开闸，第一个就是开除了艾斯培还有多名高阶官员，后来又对于外交、国防政策方面又开始开闸，所以季辛吉也是等于说跟艾斯培差不多同一期同一批啊，全部遭到这个川普开闸的这样的一个人选哦。那因为他讲说这些人都是比较讲实话的，川普比较听不得，所以大家通通都因为这样子而被川普给开闸了。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季辛吉就是我们知道他那个《上海公报》50年前开启了中美破冰嘛。那季辛吉的基本的那个国际政治的思想就是大国要平衡嘛那避免大国陷入战争。因为他认为这样就会变成世界战争。对，所以他一辈子就是在研究如何避免大国发生战争嘛。那他越来越忧虑了，觉得美国很可能会在几个点上，他不自觉的就会陷入一个没有办法逆转的局面那当然主要就是跟俄罗斯跟中国嘛那俄罗斯事实上季辛吉本来也是主张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那结果还是发生了嘛那结果俄乌战争爆发了那另外一个就台湾嘛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季辛吉是认为美国目前那个态势并不是要搞大国平衡嘛而是要全面打败中国，那个味道越来越强了共和党跟民主党都是如此那可是大国之间是不能真的发生战争的，只要发生战争现在还是变成核大战，那更不要说它会牵动很多其他的国家都卷入了，所以他一辈子就是要阻止这件事所以你看他到中国大陆第一个就见李尚福，就是他知道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军方如果没有恢复沟通管道，季辛吉是认为非常危险的那可是呢他又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底线也都非常清楚啦，就是你要见李尚福可以你先解消人家的制裁嘛。那拜登就是卡在国会嘛，因为这个当初有一个法源他如果要解消必须要修法那共和党现在怎么可能让你修法，那就卡在这里可是拜登你要拿出你的决策魄力事实上所有的问题我觉得北京现在亮的底线都蛮清楚的，比如说叶伦去他只是不好意思讲美债啦，可是北京也跟你讲红线嘛，不是红线就是说我们就是有5个要求嘛，财政部的声明写得很清楚你贸易战要做处理科技制裁要做处理那比如说John Kerry去谈气候问题那中国的那个要求也很清楚你先取消对新疆产品的制裁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中美关系不是在打迷糊仗啦，不是说搞虚的，不是，双方的诉求都非常清楚可是关键是拜登做不出决策，所以真正关键是拜登自己啦所以这样子，如果说李尚福跟奥斯汀没有办法对话，真的是一大问题其实艾斯培有提到说，他这个回忆录里面讲到，他跟这个魏凤和是可以有直接沟通的，是有这个相对应的交情的，所以双方可以设下一些这种防护栏要避免擦枪走火。可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走向了这种危机双方是越来越不沟通，也就是说危机是不是越来越近呢？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对，其实这个季辛吉到大陆第一个见的大陆的高层官员就是李尚福。那很多外界的评论都认为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讯号，他是真的是把中美之间现在最敏感的问题当做他此行很重要的想要达成使命的一个项目。所以他跟李尚福讲的话外面后来报道出来流传出来，他就很重要一句话就是说中美双方
都承担不起啊，将对方作为对手的一个代价。就双方以对手互相这个对待的话，他这个代价双方都会承担不起。也就是其实中国大陆讲的就是斗则两败俱伤嘛。两个都是核子大国啊，对，所以就变季辛吉，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是老力扶济啊。他虽然过100岁了，他还是为了就是中美之间的和平做这个在奔走啦。因为他对他的历史攻击就是成功了化解在上个世纪大概70年代化解了中美之间这个对立跟仇恨，那么让这个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他可能他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功业。那他也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功业毁于一旦。那所以他这次我觉得真的是不远千里而来啊，手不远千里而来，那是带了一丝善念的啦。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美国后来就政府也证实出来说，季辛吉没有受到任何，他是怎么样？他是代表他自己，不代表美国政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这个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还说还幽了一默啦，他说你看一个季辛吉，一个平民没有平民都可以见到美国的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美国的国防部长反而见不到。他就觉得老人家很不尊敬。对，他就是说，他说这就是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啊。美国的国防部长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家这个尊崇的这个程度，那比季辛吉那要轻得多啦。分量来讲，事实上季辛吉的分量是远大于这个美国这个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长最后人家不忘记他的话，就是他写一个回忆录像 Esper 一样，那所以季辛吉可是别人替他写书对，他没有自己写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分量啦。不过这也显示说连季辛吉都觉得美中今天的关系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我们台湾如果要往这个里面去挤的话，像蔡英文就往这个美中冲突里面去想要扮一个角色。还有另外一位姓赖的先生呢，还说他要去白宫去凑这个热闹就完全对现在国际政治的这个紧张状况是一种无知状态、幼稚状态拿台湾人的生命财产在开玩笑。好，赖老师，我觉得季辛吉到中国大陆来，当然也是受到委托了虽然美国的国务院说我们没有委托，但是他后面又承认说，他一回来以后，那我们马上就会跟他有会面。而季辛吉在跟中国大陆的对话的过程中，还在访问的过程里面，就会说他一回去的时候会跟拜登见面。那这个就是已经讲得很明白嘛，就是拜登也希望他能够帮点忙。那拜登希望他能帮点忙，那等于是要榨干他的剩余价值。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中国人重情重义，那中国人重情重义。中国人跟这个季辛吉有很深厚的这个情感，对那季辛吉他也是从中美建交开始就是上海公报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基本上对中国的态度都没有改变，也就是因为他的不变所以他才获得中国的信任，而不是像现在的美国的政府嘴巴讲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就是不断的骗，不断的骗，不断的骗。这个一讲到骗，就又让我想起民进党，就是骗的这个政党好，一直不停的骗的情形下，就失去了大陆的政府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所以当然你见不到面嘛。那你美国政府自己应该检讨自己，为什么你见不到面？我觉得第一个要跟李尚福见面的，就是希望能够恢复军事的沟通管道。那我觉得不可能，这个任务不可能完成。第二个跟王毅见面的，那就是希望能够管控彼此之间两国大战的这个危机我觉得一旦到习近平的时候呢，季辛吉就对国内讲话了，已经不再只是对于大陆讲话，主要是对国内讲话，就是尤其是对拜登跟共和党的所有的政府官员讲话了。讲什么呢？包括国会议员，上海公报才是永远不能变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习近平就回忆他的这样的一种温情的这样的一个讲法。最后给我一点时间，我谈一下。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提到的一触即发的这本书。您刚刚提到的有关于他对于海军的评价，就是中国海军的评价。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啊，我个人的看法是，他首先他是采用3段论述的方式。他第一段的论述就是先把中国的海军贬下来，说中国海军的吨位比我们的吨位少，因为我们有11个航母战斗群，中国没有。第二个，我们有70几艘的核动力潜舰，中国没有。我们有大型的巡洋舰，中国没有，中国都是小船，所以他先采用把中国贬下来，接着又把中国捧高高了，说中国的造船能力很强啊，它潜力无比啊，所以它新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啊不得了啊，然后它现在的造船能力占全世界40%啊，不得了啊，提高了，先贬再提高，最后一个结论增加国防预算，这个就是他的理论，但是跟各位报告一下。2018年的时候，他自己说的，那个时候中国的造船能力占40%，2022年中国造船能力占全世界47%，韩国第2名，日本第3名，总和都不如一个中国。那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大陆造船能力突破50%也是不久的将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美国是不是急着要挑拨中俄啊？因为俄军连续3天轰炸阿德萨，结果真的是传出一些这个插曲哦，就是中国领事馆的外墙玻璃窗哦就被毁损了。那敖德萨的州长讲说，因为这个俄罗斯在夜间发动了空袭哦，所以这个中国驻敖德萨的领事馆出现了一些损伤啊。那另外这个乌国的国会议员讲说，对啊，那你北京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要表达什么呢？有没有表达你们的愤怒呢？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提到了，相关人员已经撤离，没有人受伤，所以微博上面就热议啊，讲说美国的这些媒体们要炒作俄罗斯烧了准备运往中国的粮食，今天又炒作俄罗斯震碎了中国的使馆玻璃，乌贼们辛苦了，甚至还在讲说这个意外事件的炒作啊，这个反正感觉上面就是美乌要拼命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嘛，也引发了大陆网友的一些讨论哦。再来，美国现在也想要搞坏跟朝鲜的状况，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美军逃亡的过程，现在曝光啦，就说诓骗这个护照弄丢了，所以没有登机哦。结果后来被北韩的军人押上车载走。那五角大厦已经针对这个美国大兵的事件向北韩的军方联系了，但是北韩目前还没有回应哦。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大兵有可能接二连三的这个事件突袭之后，会不会引发核战呢？因为现在朝鲜的防长就说，这个核潜艇停泊在这个釜山港已经符合平壤动用核武的条件了。所以此话一出，也让美国这边就觉得，感受到一种这个是不是朝鲜非常的不满呢？因为你看看他的防长怎么讲，朝鲜构成这个已经对朝鲜构成最露骨跟直接的核威胁，已经符合朝鲜当局动用核武的相关的条件啊，所以使得美国、日本、韩国要赶紧单独峰会，说要来应对北韩的威胁。另外来看一下中美之间的科技热战。美国现在国会要调查几间创投公司对于大陆的科技投资，然后据称他们说这个我们民主共和党一致认为不想要养虎为患啊，那真的是这样子吗？他们现在调查这几家公司就说彭博有报道啦，就国会致函了这4家的投资公司，就说这个好像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相关的技术是有所连结的呀。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没有真的企业啦，全部都有官方色彩就是要这样子来抹红这件事情所以《华尔街日报》提到这个驻华大使伯恩斯都还被你们中国大陆的骇客入侵连这个入侵达康也都中招啦，就讲说你们中国大陆不但是偷技术还有骇客种种的事情都朝着这个美国针对而来那说有10万封涉及美国政府跟个人的电邮都被泄露出去。伯恩斯跟康达虽然被入侵但是其实是仅限几封这个非机密的邮件收发，但他说这恐怕会让骇客能够了解美国高官近期访华行程
然后对于美国对华的政策的一些内部讨论啊，骇客就是瞄准这些高级官员呢，负责中美之间关系的高级官员在做事情啊。那我们看看汪文斌的回复啊，他说：“你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骇客帝国跟网络窃密者呢。”所以现在看起来，双方这个局势对立，角力不断，甚至还有许多的插曲。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蛮奇怪的啦，因为给人家感觉就是美国的情治单位啊，跟拜登是对着干这样啊。就是拜登现在一方面陆续派高层去访问中国啊，然后另一方面他却让他的情治单位不断释放对中国，就是说中国一直在对抗我们啊，在偷我们的讯息啊。这两个逻辑是相反的啦，相反的啦。比如说7月23号，他们现在也酝酿说，你要不要公布进一步的科技制裁嘛？这个比如说对那个 NVIDIA 啦或者英特尔的那个特供晶片，要不要禁止出口？那你也看到共和党的国会磨刀霍霍啊，他现在在举办听证会，叫那个美国的创投公司啊。来说你到中国投资了多少钱啊？那这个也可能要纳入723的宣布了。那中国大陆也在看你啊，所以为什么你看最近不管是叶伦啊，或者江 Kerry 啦、季辛奇啊去大陆，都不会有立即的成果，因为你美国内部就是矛盾的讯息一直出现嘛。对，那我怎么跟你互动呢？比如说我怎么知道你7月23号会不会进一步公布制裁的项目？那你如果公布，我讲白了啦，中国那个者跟价的反制，8月1号也要上路啊，那一定反制的嘛，所以你几乎可以预期，就是说8月之后，他那个者跟价的反制一定会针对第一个针对荷兰，他可能先针对日本啊，因为日本半导体已经制裁了嘛，荷兰9月才要宣布，所以他可能先日本第一个被反制，接下来就美国啊。因为美国你已经反制，你已经制裁人家那么多了，对，所以你几乎可以预期那个氛围就是非常不好的氛围啦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情治单位还在丢，说中国在害我们啊，我们的 email 被害啊，那甚至那个更奇怪的是 Raimondo 他要去访问中国啊，商务部长，当商务部长说他的 email 也被害，而且他就只说是中国害的。你的 email 被害，你还要去访问中国，所以共和党就指名道姓。我还看到《华尔街日报》啊，这是亲共和党的报纸，就直接写一篇文章啊，说 Raimondo 你去中国第一个先处理你的 email 问题，叫中国立刻解释为什么害 Raimondo 的 email 啊。对，你这个也没有，就说你如果是一翻两瞪眼，证明是中国害的啊，那两国我看也不用来往了。这么严重，对啊，对不对？那你如果不是真的，那你还不断丢这种讯息，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美国自己内部举棋不定啊。好，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要挑拨啊，美国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啊，借由这次敖德萨港口的轰炸啊，我觉得这个效果不好啊。为什么？因为道理很简单，你看大陆的外交部已经说了啊。这一次炸的地方，它是震波，就是爆炸以后产生的震波，把它的玻璃有一些地方震碎啊。所以俄国连续3天的轰炸，很明显的是采用很精准的攻击，而且这一次的攻击，敖德萨的市长他都承认说，这次的攻击是这几十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而且损害的情况非常的严重。这个会使整个敖德萨的这个港口在运输。他们的乌克兰的谷物这个部分要往外输送出去，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啊。这个部分里面已经看起来是成为事实了。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接着，乌克兰就势必往陆路走了。那你已经看到了，东欧5国已经站起来反对了。东欧5国已经严阵以待了，也就是不让乌克兰的谷物走陆运的这条线。因为他已经跟欧盟提出他们的要求了，说不准他们的这条线走他们，因为他们担心了，因为这些国家都政治上基本上是蛮腐败的，所以他担心乌克兰的谷物，那么经过他们的时候沿路卖掉，
如果沿路卖掉的话，就坏了他们的所有的股价。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看他们也不准乌克兰的这些粮食往外送。那你想，第一个，世界的粮食危机会发生；第二个，乌克兰的财政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三个，乌克兰的民众的这些农民的收入会大量的减少，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尹锡悦本身要好好的思考，你不要当韩国人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你把美国的核动力潜舰拉到釜山这个地方来，你没有阻止，你同意，你还上舰，你破坏了整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非但不能够因为美国的核武进入你的韩国获得核保护伞和安全的保护，你反而使朝鲜把你当成一个核攻击打击的一个对象。这个其实是给朝鲜半岛的核战的危机风险一直在升高。以目前来看，你看到朝鲜就是北韩，在当天马上发射2枚550公里的短程导弹，而这艘这个核动力潜舰停的距离就540公里，所以等于是完全可以打到的范围内。那如果这个短程的弹道导弹装成核弹头，韩国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尹锡悦的这个做法真的是有问题。最后一个就是美国的国会的手伸到美国的企业，坦白说，这个对美国企业的发展非常的不利。为什么？各位想想，我们做生意的我们家族也都是有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企业，他们在做投资的时候或者在扩厂或者海外投资的时候，他是考虑到他的营商的环境跟企业发展的。而他现在更要担心，动不动就被调查，动不动那么就会被拉去听证，他的投资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哦。我觉得美国的国会的手伸太长，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发展会造成很深远的负面影响。好，谢老师。其实朝鲜半岛其实风风雨这么多年可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改变如果真的很客观的看，就是朝鲜还是朝鲜，没怎么变。南韩已经不是南韩了，所以这个情势就在大幅的转变。那么一切这个韩国的这个尹锡悦上来他要发展核子武器过去韩国没有一个政府要搞核子武器他要发展核子武器，结果呢，搞得今年4月26号的这个华盛顿宣言他在那个华府不是唱那个 American Pie 吗？兴致很高，结果签了一个这个华盛顿宣言里面就提到说，美国的这个核子武器的这些航舰会到韩国来访问，所以这个是这次美国的战略核子潜舰到釜山是42年来第一次，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现状，破坏了过去的一个平衡那这个尹锡悦还跑到那个核潜艇上面去他说我是美国总统以外第一个踏上美国核子潜舰的一个外国总统。那奇怪了，你踏上去这个潜舰就变成你的吗？你踏上去以后，你韩国就变成世界第一强国了吗？这句话跟赖清德要去白宫有点像，有点像。所以两个难兄难弟这个一南一北呼应可是呢，他把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势搞得现在兵凶战危。本来是往和解方向走，起码那个时候文在寅在往和解方向，现在是怎么样？对立越来越升高。你说什么时候朝鲜的这个国防部长说，现在已经到达朝鲜使用核武的这个标准了。这个已经是很明确的这几十年没有听过这句话对，所以而且是谁打呢？我不晓得。因为南北韩都是大韩民族，同一个民族，彼此之间用核子弹互相攻击这个全世界会引起笑话，对不对？一个民族如此的缺乏智慧，让自己的内争变成核子攻击，异国之间只有美国修理过日本人，美国人打内战也没有用到，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核武谁打内战用核武所以现在我觉得韩国这个情势自从尹锡悦先生上任以后已经在根本上做了改变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立刻看一下刚刚的最新消息啊，因为韩国瑜承诺要出席全代会哦，但是刚刚泰报啊，这个网络媒体有表示说，有收到消息啊，说这个韩国瑜出席哦是挺党非挺侯哦，人家就想说，这就引发了一些联想哦，但是侯友宜的反应是说两个人信念都是一致的，会不会就是因为在全代会前纷纷扰扰啊，有些这种最近特别多韩国瑜相关的传闻哦，好像有些人都会代为发言这样子，所以是不是要增添一些这种不平静的因素在这个全代会之前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也有媒体人在讲，其实你仔细看看民调，台湾民意基金会里面已经显示出来，侯友宜跟柯文哲已经近乎实质平盘了。他说，你看看赖清德在台湾民意基金会是33%，那柯文哲跟侯友宜大概只有不到2个百分点的差距哦。那另外郭台铭的话是15%，林传媒的部分呢，其实柯文哲跟侯友宜差距也是大概缩小了非常的多哦，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柯侯市话的民调已经缩小到2.5%，网络的民调大概也不到5%，所以近乎平盘，已经可以到了柯侯 PK 的局面了。所以国民党他认为不需要再去伤脑筋说怎么样的蓝白合，因为侯柯自然会找到一个稳妥的方法，这个在野的胜选模式啦。那巧芯也是喊出来说，其实现在也不用急着就是蓝白合，他认为蓝白合的关键应该是说，这个11月、12月谁能站稳第2名啊，民众自己就会整合了啦，人民才是老大。可是反过来，人家也很担心啊，那如果到时候人民是做一个弃保的话，那国民党会不会有可能泡沫化？就是万一真的最后是柯文哲赢的话，国民党就不是最大在野党嘛，那可能最大在野党变成民进党嘛，国民党就是真的要慢慢泡沫化。那我们看现在目前讨厌民进党的氛围其实还是在增温当中哦。最新的民调显示出来，陈建仁的内阁的施政满意度下滑了6个百分点，就不满意度增加了6个百分点啦。也就是说，其实对他有好感的人大概减少了50万人，反感度的人增加了100万人哦。那辜立雄坐不住，马上要出来接受专访啊，他说现在这些那种刻意营造讨厌民进党啊，或者是什么新闻加工啊、见缝插针啊、渲染以美论啊，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手段哦。那他说呢，你看这最新民调显示出来，民进党虽然领先但是只有占比28%，那国民党大概是24%，民众党占了20%哦，所以其他的小党可能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慢慢的变整并进去一些大党当中了。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侯友宜对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抓住机会好好论述，是他的得分关键哦。你看许淑华去到大陆5天哦，大丰收签了10亿元南投农产品的采购合约啊，包含了杭州它有采购4亿元的南投茶，湖州市订了5亿元的农产品，还有南投县的农会也将签订4500万元的合约哦。所以南投的农产品现在采购量突破了10亿元，真的是蛮惊人的一个成绩单啊。那再来这个蒋万安要去到双城论坛，8月下旬，侯友宜应该要对此发言嘛？那结果他讲的是什么？两岸之间对等尊严务实的交流，乐见蒋万安出席哦，蒋万安能够去，棒，大家这样鼓鼓掌。然后想说你不能在这个时间点赶快讲一下这个9·2共识啊，这个基础点上面两岸的交流如何，这就是一个发挥的舞台啊，真的要把握机会好好讲啊。所以国民党的强项，可是如果都不能够好好得分的话，那你怎么样把这个局势扳回来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像赖清德是不是也被质疑？因为两岸路线现在看起来白宫对他有点不太信任因为他这个走入白宫说，特别是台湾总统的角色走入白宫说，已经震动美方啦。在出访巴拉圭跟过境美国之前，《金融时报》这样的报道就是赖清德他的说法令美方质疑，你处理两岸问题两岸关系的态度会不会是陈水扁翻版啊？美国最怕看到 trouble maker 所以如果他直接被定调成是陈水扁翻版的话，那接下来可能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就不是那么
么的乐意再见到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喽，那也会影响到他的选情。我们看看现在全代会之后，是民进党全代会之后哦，要求赖清德你也要必须用读稿机啦，要跟这个蔡英文一样，避免出错，然后闭门接待却出白宫状况，因为他们党内对于赖清德的国安意识哦，很早就有忧虑提醒哦，因此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更有共识，在赖的领先并不稳固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团队在国安议题上，尤其是两岸还有对美的事务啊，都要上紧发条，不能再给白宫出白宫的状况，就是白宫说不可以再来一次哦，那真的是会重伤。那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就会在这个议题上面立刻有他的论述，他就讲说，你讲这个话就不对啦，你又不是要选州长哦，不确定美国到底有没有要赖清德澄清哦，但是中美局势本来就很复杂，不是。我们又不是要选美国州长，也不是要选中国省长，是要选台湾总统。他立刻有他的论述，可是侯友宜哦，却只有就说，我也要访美。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事情有点在这个好像说错，就是那个白宫说有一点被美国打脸之后，马上是侯友宜的近办跳出来就说，这个。赖清德有如成水扁是麻烦制造者2.0啊，所以近办的讲法好像也没有太得分哦。所以侯友宜自己如果没有办法论述强势论述的话，那很自然而然就是媒体的焦点就会被柯文哲给抢走，这必须侯友宜要更加注意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新闻言讲到，美国避免台湾大选成为变数，冲击现状，不论哪一党的参选人哦，美国都必须密切往来，避免大选成为台海的新变数，更要避免任何一方径自解读美国支持，冲击甚至改变现况哦，这是美国一贯的立场。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那个所谓侯柯民调接近啊，那个是假设4个人选啊，4个人选3个人一起挂啊，选个屁啊！就大家都接近嘛，再近都没有用的。我跟你讲，只要郭台铭不选，郭台铭的那个民调大部分就是会跑去柯那边嘛，所以2个人哪有接近？所以我说讲这种言论实在是很奇怪啦。郭台铭会选吗？郭台铭你去看他现在的民调，大部分都是第4，那他有什么正当性来选？因为你如果民调没有明显跟侯友宜拉开，人家就会觉得你是在搅局吧，这还用说吗？那还有你的参选的正当性如何建立？他要么就是要领先侯友宜非常多，要么就是他要说那个初选本身是不公平的嘛，那你要拿出证据啊。我认为这2点他都没有办法说服人啊，所以不要高估郭台铭参选的可能性啊。那如果郭台铭不参选，那郭台铭那些民调恐怕跑到柯的远比跑到侯的多啊。重点在这里啊，所以重点是侯友宜如何去争取郭的那些选民嘛。就是如果郭没有参选的话啊，那如果郭参选，我坦白讲，3个人都差不多啊，那赖清德可以去玩2个月了。我跟你讲啊，因为你3个人都差不多嘛，就排第2、第3都就是4-2-2-2嘛，了不起就4 2.5，那1.5啊，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嘛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你不能够假设4个人选，然后侯跟柯民调已经很接近了，你讲这个就太好笑了啦。你应该要假设郭台铭参选的几率越来越低啊，因为国民党会开始造势嘛，那很多力量会回流嘛，那回流的过程当中，郭台铭不选，然后你抢到的票比柯文哲多。这才是国民党未来要注意的重点嘛，那这个才会连接到你后面的东西嘛，就是说侯友宜有在抢得分吗？比如说这么多好议题出来，那你都没有适时的插进来发言啊，比如说许淑华，人家南投县长很认真啊，去争取两岸的贸易，那成功啦，那侯友宜有跳出来吗？没有啊，或者你要争取跟许淑华同台啊。许淑华回来的时候，你要跟他同台啊，对不对？那或者是赖清德说要进白宫，然后引起《金融时报》提醒他啦。我坦白讲是善意的提醒啦，民进党真的不要反应过度了，因为赖清德还没去美国金融时报》选在7月，告诉你说白宫内部有一些国安官员对你那个话有意见，
这坦白讲是善意的提醒啊。而且徐嘉玲不是跟民进本来就非党关系很常好啊。事实上，我跟你讲，如果他们要害你，那9月再讲就好了。对啊，对不对？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出来打徐嘉玲，变中共同路人了。那就是愚蠢嘛，请他们去问一问总统府啦。总统府跟徐嘉玲是很熟的啦，而且他是长期，他很推崇蔡英文的啊，他们不要搞错了。乱杀一通。我们来问谢老师，这个我都怀疑他徐嘉玲是不是蔡英文叫他写的？对，蔡赖不合。难道他们要换赖吗？啊，我就提醒他。对啊，因为这个徐嘉玲写真的是蛮奇怪的，这个伤赖还蛮重的。对，那这个真的我不得不怀疑啦，我没有什么证据，我是推论啊。对这个，不过事实上的话，这个美国人是不喜欢被人家消费的，尤其你那个白宫啊，代表美国的最高政治权力的机构啊，我们这个赖清德先生随便就拿来把人家怎么样绑架来。哇，这个选举的话是什么？是白宫跟这个中南海之间的选择。美国人说，你选你的举报扯进来干什么？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赖清德他在发言的时候啊，这么重要发言，这么重要的身份啊，他不要忘他现在还是副总统身份呢，他这样讲话，就是显示无知啊，对啊，非常无知，而且他团队也很无知。我想其实你看这个蔡英文选了那么久，他有会讲过这种离谱的话吗？没有，不可能啊，完全不可能啊！赖清德怎么会程度跟蔡英文差这么远？你知道，居然会犯这种错误。今天你随便你一个做朋友也不能这样做，随便就把你朋友搞到你的哈，用来帮你怎么样做你的背书吗？这个可是有利害关系的啊。我们一般的做人都还不会随便我把一个朋友就拉进来，况且白宫也不是你的朋友啊。你自己选举把美国选举拉来变成加到你这边，投给我赖清德就是投给白宫，投给白宫就是投给我赖清德，他跟美国画上等号了吗？我是觉得这个在国际政治上是一个大忌，居然3岁小孩都知，居然他不知道，这种人还怎么当国家领袖嘛？完全不合格嘛！美国人说实话反应非常快啊，7月10号讲的话，7月20号就见报了。这个东西是非常快的反应啊。那个中间就是对赖清德基本上啊，他就是已经变成陈水扁2.0版了。你知道陈水扁最后一次过境美国，美国人怎么处理？陈水扁过境很多次，美国人可以给他怎么处理？美国人说阿拉斯加1小时不准下飞机，对吧？结果你看看陈水扁是不是到阿拉斯加过？他这次要去巴拉圭，又要去过境，然后美国人说阿拉斯加叫你去那边过吧，那还要不要选？那大家就不必猜了。美国人就是已经说赖清德，请你，我已经告诉你啊，你已经彻底把我得罪了。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不希望赖清德成功的，我们国内也有一个人啊，我们都很清楚是谁啊。他跟美国关系也不错，真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值得推敲了。那不过现在就是说侯友宜这个民调啊，你不管你怎么样，跟谁平，跟谁赢谁或者输谁啊，你都没有你都在20%以下，最高的一个给他是20.39。对不起，国民党基本盘也有30到35啊，也就是国民党中间到现在还有几乎15%，最多15%，20到15%的，基本上不支持国民党提的候选人，这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回事啊？已经到全代会都要开了，7月23号开了，你以为7月23号全代会开完以后就什么？就从此怎么样？哇塞，这个好。大家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你觉得是这样子吗？那是一个据点吗？还是另外一个问题真正在开始了？如果7月23之后，对不起，还是20%，到你8月还是20%， 9月还是20%，怎么办？我想请问一下怎么办？国民党这些大人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侯友宜在这一段时间，他也做了一些努力啊，终于勉强的是92共识有3种搞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说兄弟
兄弟合作，其利断金，讲是什么啊？你觉得他讲这句话你听得懂？讲的是什么？兄弟合作啊，同心其利断金，都给我来这种擦边球或者怎么样模糊球，那基本上你从开始到现在，你的民调都没往上走。这个问题出在谁？这个要努力啊！我真的说真的，我是国民党党员，我真的希望他好好努力一下，检讨一下过去的做法，继往开来哈，有一个开创性的做法。那你到8月9月再过20%的话，我可是哈，真的我会非常的担心啊！你就不投了吗？我会担心啊，我没有说不投啊。我希望国民党是候选人是得到起码所有国民党员的支持的。好，赖老师。如果民调一直把郭台铭放进来，这个非常明显的是一种政治操作。如果蓝营的一直在把这个韩国瑜卷到这个侯友宜这边来一直谈到这个侯友宜跟韩国瑜的关系，这个也是一种政治的操作，非常明显。那也就是不断的在扯侯友宜的后腿，也就是说，哪一些蓝营的人一直在扯侯友宜的后腿。因为现在选的不是韩国瑜嘛，现在选的就是侯友宜嘛，那一直在卷在说他们2个人的关系，这个都是在扯这个国民党的后腿，也就是在扯侯友宜的后腿，一个是政治操作，一个在扯后腿，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就应该把这些不断有新人在扯这些话题把它抛在一边，我觉得就是拼命的往前冲，一直抛出议题来就可以了。那目前我觉得侯友宜要抓住几个主题几个轴心要很清楚，有一个轴心他们已经抓住了，就是反毒嘛。因为你只有反毒，你才有办法无战。所以我觉得反毒无战就是两岸之间不会有战争。我觉得这个大旗要拉得很明白，反毒无战这个大旗拉上来，还是要回到9·2共识嘛。我觉得9·2共识目前你就应该用9·2共识直接跟台独来直接对抗嘛，还有什么好客气的？不用再加一堆文字来加一堆赘词，什么中华民国宪法下的9·2共识，9·2共识就是9·2共识，国民党的党章上面写得很明白，就是9·2共识，没有什么1、2、3种的解释，7、8种嘞都没有，就是一个就是9·2共识，那也就是两岸之间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所奠定起来的基础。马英九那时候是中华民国总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两岸之间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且也应该要用9·2共识，就这么单纯、这么简单，直接直面对抗这个台独。这样的情形下，你看你柯文哲到底要怎么走嘛？你柯文哲要打迷糊仗，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壁垒分明的时候，柯文哲的模糊仗能够怎么打？而且呢，台独能怎么打？赖清德到现在一个嘴巴不敢讲台独。一个嘴巴不敢讲台独，都在回避台独，所以跑去独派的这个的圈子里面讲说，哎呦，从李登辉台独的，到陈水扁台独的，到今天蔡英文台独的尤其蔡英文是嘴巴不敢讲台独，然后呢，我就是台独的金孙，我就要走进白宫了。好，你一不追随蔡英文的路线，蔡英文当然就叫外媒的人来修理你嘛，来打你嘛，这个就很明白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侯友宜脑袋清楚，你就是9·2共识，面对台独就直接交战，没有什么好话了。上次韩国瑜不敢交战，就让他败在这里。侯友宜不要犯同样的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